欢迎回来，开工大吉！新年春节假期过得如何？挺实在的，除了传统的走亲访友、吃吃喝喝，我基本上就是常在电影院里了。哈哈，住在电影院了是吧？对，毕竟今年春节档竞争太激烈了嘛。你看那个喜剧啊、科幻呐、全都扎堆。但是我发现，大家讨论最激烈的，反而是那部重工业武侠片。我太懂这种感觉了，是吧？就是看完从影院出来，感觉满脑子都还是那种风沙拍打在脸上的粗糙感，还有金属碰撞那种极其刺耳的声音。确实，我相信现在屏幕前或者正戴着耳机在通勤路上的你，一定和我们有一样的感受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假期，终于重返工作岗位。你的社交网络、朋友圈估计早就被各种春节档的影评轰炸过一轮了，绝对的，信息量巨大。尤其是今年这部备受瞩目的2026年华语武侠大片《镖人：风起大漠》，大家对它的评价怎么说呢？简直是两极分化，冰火两重天。没错，信息过载确实让人挺疲惫的。所以今天的深度解析，我们要为你拨开这些网上的喧嚣。我们提前为你整理了一份非常详尽的资料库，看得很过瘾。这里面融合了豆瓣、微博、新浪，还有香港01、荔枝网，甚至还包括了英文权威电影媒体 Roger Ebert 的多维视角，视角的跨度非常大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明确，就是带你一探究竟。这部在豆瓣开分出7.5高分的电影，为何在动作场面被全网封神的同时，又在剧情和角色代入感上引发了如此巨大的争议？好，我们来拆解一下。咱们直接切入正题，先聊聊它那让人血脉纷张，甚至看完了觉得浑身肌肉酸痛的视觉与动作的狂欢。这个确实是各大平台，包括国内外那些非常挑剔的媒体达成最大共识的一点，就是《镖人：风起大漠》在动作美学上的表现，堪称硬核武侠的一次强势归回。绝对的，现在的古装片啊，其实太喜欢那种轻飘飘的、完全违背物理定律的仙气特效了。对，动不动就是发光波，或者左手画条龙那种，就是那种感觉。但这部电影完全反其道而行之，它把镜头直接对在大漠里，那种极其粗劣的沉沙颗粒感，还有极其强烈的明暗光影对比，质感特别强，直接就把人拉回了那种刀头舔血的真实江湖。你看那场被全网疯狂讨论的沙尘暴混战时，有什么感觉？窒息感。没错，隔着屏幕都觉得风沙迷了眼睛，特别是演员重重摔在沙地上的那个瞬间，看着都疼。我自己的后背都跟着抽搐了一下，太狠了。这里让人着迷的是，导演和武术指导彻底抛弃了那种花哨的威压，他刻意让动作归回了真正的肌理感与血肉感。肌理感这个词儿很准。对，这不仅是视觉上的刺激，更是一种生理上的共振。你在看他们在沙暴里挥刀的时候，你是能明显感受到兵器破风的阻力的，有那种滞涩感，以及砍在食物上、砍在人身上那种沉甸甸的重量感。这其实是对经典硬派武侠美学的一种非常高级的致敬，展示的是凡人之躯在极端环境下的生理极限。对，关于这种生理极限的展示，我看到英文媒体 Roger Ebert 的影评里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儿。哦，怎么说的？叫起伏式节奏。我看他们的分析，觉得特别精准。他的动作编排不是那种从头到尾的无脑快剪辑，不是那种为了快而快的碎剪。没错，他是先把节奏慢下来，用中长镜头去展示传统武术的身段和那种线条美，像是一种战前的蓄力。对，平气凝神的感觉。然后一旦进入近身肉搏的关键时刻，镜头语言瞬间爆发，变成极具冲击力和破坏力的现代剪辑手法。这种张弛有度的编排非常聪明，它完美利用了观众的视觉心理学。慢镜头让你看清招式的逻辑，满足了老武侠迷对一招一式的那种考究。内行看门道。而随之而来的那种高烈度贴身短打，又立刻把肾上腺素拉满。这种一张一弛的节奏控制，绝对是他在动作层面拿到高分的核心原因。除了动作设计本身，这次的卡斯阵容也是个无法避开的话题。老中青3代动作明星，加上几位现在的顶流同台，这个阵容确实很豪华。但是我们在抓取微博数据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相当反直觉的现象：流量明星没有霸榜。猜对了。原本大家以为流量明星会扛起所有的讨论度，但实际上几位配角在有限的短镜头群戏里，反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化学反应。就是那种大家的背水一战的集体气场。对，
这种群像直接引爆了社交媒体，很多人都在逐帧分析那几个配角的过招细节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硬核武侠里，靠过硬的身体表现打出来的群像叙事，远比单纯的单人耍帅要有效得多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点。当演员把身体完全交给动作指导，交给那个真实的物理环境时，角色本身的说服力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。确实如此。不过，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。要聊争议了，对吧？没错，刚才我们把动作戏简直是夸上了天。但如果你去新浪和豆瓣上翻翻那些长评，会发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。有很多批评的声音。是的，有不少尖锐的批评直接指向了电影的故事架构和主角代入感。作为一部这么大的制作，它的剧情似乎为了动作场面做出了巨大的让步。这就涉及到了商业大片制作中的一个核心悖论了，就是时长限制下的实用主义压缩。实用主义压缩怎么理解？电影毕竟只有2个小时嘛，当导演选择把大量的时间和预算倾注在多场高规格的动作戏上时，文戏的空间不可避免的就被大幅度挤压了。确实，你不能打满2小时还不交代剧情。对，好处当然是全程无尿点，视觉刺激不断，但代价就是人物的梦境铺垫不足，很多情节的转折显得生硬，导致整个故事在情感层面上显得比较单薄。我在看新浪的一篇影评时，那个作者提到一个很辛辣的观点，说来听听，叫做演员个人气质盖过角色本身。哇，这个说法很委婉，但一针见血。说白了，就是当电影没有足够的叙事空间去丰满一个角色的灵魂时，你在大荧幕上看到的就只是那个光芒四射的明星本人，而不是那个在大漠里风餐露宿、满脸沧桑的标人。对，你看几场理应非常沉重的内心戏时，有没有偶尔出戏，就总感觉下一秒这个演员就要对着镜头摆个帅气的 pose 了。这个现象确实存在，明星效应固然能保证一个基础的票房盘子，但是角色的成立它是需要极其扎实的文本支撑的。当文本被压缩到只剩下几句口号式的台词，或者纯粹只能靠演员的眼神去映衬时，观众是无法建立深度的情感共鸣的，自然就会产生距离感。是这样，而且我们绝对不能忽略，标人本身是一部拥有庞大粉丝基础的漫改作品，原著粉的声量很大。结合香港01的评论来看，原著粉的态度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原著漫画里的世界观是非常宏大且残酷的，不仅有硬核的武术，还有错综复杂的朝堂政治，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。是一个很深的江湖。但是电影版大刀阔斧地砍掉了大部分的政治博弈和线性人物，基本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互标过关的线性故事。确实做了很多减法。对于原著粉来说，看到漫画里的经典分镜在大荧幕上被极其惨烈地还原出来，绝对是狂喜的。但走出影院回味的时候，又会觉得那个充满权谋和人性幽暗的深邃江湖不见了，会觉得不过瘾。对，多多少少会感到意难平。逝去的那些支线，恰恰是构建人物行为动机的基石啊。没有了那些复杂的背景，主角们的牺牲和决绝也就少了几分史诗感。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对于一个可能并不是武侠迷，甚至平时都不太关注动作片的听众来说，这部电影在今年春节档引发的现象，为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我在荔枝新闻，也就是 GSTV 的深度报道里看到一个概念，我觉得非常能概括这部电影的行业价值。他们称之为武侠电影的功能性复兴。功能性复兴，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更大的背景下来看，这个概念非常关键。怎么讲？当下的电影工业其实正处于一个被 AI 技术、虚拟引擎和海量特效全面包围的时代。观众早就对那种动辄毁灭宇宙、满屏绿幕合成的视觉奇观产生审美疲劳了。确实，看多了觉得很假，没有实感。标人风起大漠之所以能引发这么大的轰动，正是因为它逆流而上，用最原始的拳脚与身体叙事在敲打着观众的神经。拳脚与身体叙事，对，它证明了一件事：无论科技多么发达，人类肌肉的战力、真实的痛感以及身体语言所传递出的那种原始野性，依然具有穿透屏幕的强大感染力。这是目前任何算法都无法凭空捏造的。这确实是一针强心剂，它提醒了整个行业人在电影里的核心地位。
没错。但还原现实，这也是一次艺术与商业的激烈拉锯。单纯依靠看明星打戏和硬核动作的口碑，固然能赢下前期票房，但如果没有触及灵魂的剧情深度去支撑，它的长尾效应势必会打折扣，很难成为真正的经典。对，它或许很难像《卧虎藏龙》或者《新龙门客栈》那样，成为被大家反复掘久的文化符号。是的，如何在荧幕冲击力和叙事厚度之间寻找平衡，依然是未来所有动作大片都需要攻克的难题。好了，听了我们书里的这么多维度的评价，你是不是已经在权衡要不要走进电影院了呢？估计大家心里有杆秤了。作为你的专属观影向导，基于今天的多方资料分析，我为你量身定制了一份观影建议。来听听看。首先，如果你是彻头彻尾的动作迷，别犹豫，立刻买票，去选一个屏幕最大、音效最顶级的影厅，单是那场沙尘暴混战就足以让你觉得值回票价，绝对不亏。其次，如果你是个非常注重故事内涵的剧情控，建议你适度调整预期，把它当做一部极高水准的视觉爽片去体验，别去深究人物背景的逻辑留白。看完如果觉得意犹未尽，强烈建议去补一下原著漫画，你会获得更完整的体验。漫画确实神作。最后，如果你本身就是原著粉，那就请带着一点宽容进去吧，尽情享受它在视觉和关键人设上为你带来的高还原度盛宴。至于那些被删减的权谋之线，就当是电影改编必须做出的残酷妥协了，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综合它的视觉艺术性、动作美学以及叙事上的缺失，我们将给予标人风起达莫3.5颗星，也就是3星半的综合评价。总体来说，这是一部在感官上绝对诚意满满、物有所值，但在情感余味上略有遗憾的作品。3.5星是一个非常中肯的平衡点。不过，在今天这期内容即将结束之际，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身体叙事，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一个值得我们首先跳出这部电影本身去深思的挑衅性思考。说来听听。既然标人向我们证明了人类真实的拳脚与血肉碰撞，在特效泛滥的时代依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震撼力。对。那么，随着 AI 技术的指数级进化，如果有一天 AI 不仅能生成完美的特效，它甚至学会了精准模拟人类武打中那种粗糙的肌理感，模拟真实。对，学会了生成演员力竭时那种极其微小的颤抖，甚至是打斗中那种失误的真实感。当这些所谓的人性瑕疵都能被算法以假乱真时，这种传统武打电影的功能性复兴还能走多远？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。是的。那种真实的、需要无数次流血流汗才能换来的动作美学，真的会是人类电影工作者抵抗 AI 入侵的最后壁垒吗？哇，这个问题真的让人后背发凉，但又无比的现实。当 AI 连我们的不完美都能完美模拟的时候，所谓真实的定义可能又要被彻底改写了。没错啊，这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。感谢你的深度剖析。你有什么想法或喜欢的片段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，我们一起交流。也别忘了点赞、分享与订阅频道，拨段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得更多关于娱乐圈新闻、影视、动漫与书籍内容的更新。